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在西安。今天这集影片，我和大家去看一下，在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兵马俑呢，在西安城区的东北方向，如果驾车的话约43公里，那么坐地铁的话呢，换乘3趟地铁1辆公交车，大概花90分钟就能到了。我就决定坐地铁。这是第3趟地铁了，9号线从纺织城开往秦陵西啊。票5元一位啊，来抓紧时间扫码上车了，发车了啊！在华清池西口出来就有公交车直达兵马俑的5块钱。从这到兵马俑大概还有猜是几公里吧。温水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着历代帝王在此修建离宫别院。这里不光有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兵马俑，让您感受来自2000年前秦人铁骨铮铮的精神，去感受那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气吞山河的气魄，也有着唐代华清宫、唐玄宗、杨玉环爱情故事的缠绵悱恻，以及6000多年温泉利用史和3000多年皇家园林建筑史，让这座古城充满了历史的气息。一朝入长安，一眼望千年，秦风唐韵，华夏源脉，历史从来不去关注。在骊山脚下效烽火台的戏诸侯，骊山最高峰九龙头上有祭祀中华始祖伏羲、女娲的人祖庙。原来北京时间是从骊山的天文台发出。原来兵马俑刚出土时是满身色彩，随手一指便来自千年。从这个位置看出去呢，远处有一个墨绿色的小山丘，大家看到了吧？就不远处像小山一样的那个呢，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陵的主陵墓了。秦始皇陵原高51丈，古人有句说法叫人活1岁，陵高1丈。那么秦始皇呢，活了49岁，折合现在大概约115米。官方的导游讲解38元一位，包括导游讲解跟耳麦租赁。这个地方叫秦俑村啊，买了票是120元的。这就到景区入口了，一个高大的秦始皇雕像，挺冷的。西安的天气约10摄氏度左右，风特别大。不少的导游在这里揽活啊，有英文导游。来到这了，好多人会询问你要不要导游，中英文都有。现在中午12点，好多人也是坐车，可以说是1-2个小时，甚至2-3个小时才来到这里的。因为在西安城区东北方向约40公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在2025年的深秋，来到了西安最值得游览的一个景点，排队进去了，然后安检的时候说无人机没有办法带进去，然后让我出来找这个寄存柜。秋风萧瑟呀，你看风一吹，这个落叶纷纷。现在是11月24号，好多导游呀。导游说这个地方风景好啊，穿过这个树丛就是骊山了哈。红彤彤的圆圆的柿子，有一些烂在树上了。进了景区检票口啊，进来还要走好长一段路。导游讲解、电子讲解啊，1到5元90元一次，6到11元100元一次，12元以上110元一次。这就是检票的入口啊，好多次要检票的，所以还是带身份证吧。像我忘了带身份证了，要每次都这个输入身份证号码，还挺繁琐的哈。
我们先环顾四周吧，这里是有1、2、3号坑啊，每个坑的特点都不一样。那里是骊山，像秦始皇陵博物馆呢是位于骊山北麓的。有1号坑、2号坑、3号坑，那么眼前是1号坑，我们先从1号坑开始看起。世界的第8大奇迹。秦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园中一处大型重栈坑，位于秦始皇陵封土东侧1.5公里处。秦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园的一个重栈坑，简单说就是陪葬的，是象征着秦始皇生前驻守京城外的宿卫军。大概3个小时后，我航拍到了眼前这个画面。眼前的这座小山呢，就是秦始皇陵的主陵墓。我们先听一位导游对这座陵墓的介绍。秦始皇当年呢，将超过1/2的国家财政收入埋到了墓室当中。当然，这不是我说的，《史记》里面记载的。究竟是不是这么多，只有打开的那天才能见到。但是这个墓我们现在是开不了的，因为陕西省是没有权利去决定这座墓开不开，包括乾陵也是一样，这是都要由国务院来批准的。而且这些墓室要打开的话，里面的文物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好的去保护它。再有一个，你要投入无数的钱、无数的人力、无数的财力，这是一个无底洞。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现在开挖这个墓还不是重中之重。兵马俑馆的前任馆长吴永琪，他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过，老祖宗好好的躺在那儿，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打扰他。陕西省境内的72座帝王墓，70个都被盗。被盗的原因，那是早年无意，还有一些非法的这种盗墓人员，他们有意的去盗掘。那我们现在还不需要去挖掘这个陵墓里面的陪葬品，通知国库，大家就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去想象里面究竟有什么。据说里面是由水银做的长江黄河。2003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就对这座墓进行过卫星遥感测控，测出来这个墓里面有大型金属物体缓慢移动的痕迹。坦白说还有点激动啊，因为从小学的历史课本上好像就说到世界第8大奇迹兵马俑。坦白说啊，比我预想中要更震撼。我以为是有玻璃遮挡的，它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遮挡物的，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些陶俑上各不相同的面部表情细节啊。待会儿我用长焦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可以说我们此刻在与2000多年前的时空对话，哇，还是非常值得的，确实有点震撼。当时1974年那一名农民打井的时候，发现这个兵马俑的时候，他是有何心情呢？他是不是觉得就是做梦一样啊？秦始皇即位后便开始兴建自己的陵墓，修建过程惊奇一生。那么秦始皇陵墓总面积达到50平方公里，包括现在的秦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秦始皇陵墓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帝陵，在建造过程中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有历史学家认为最多的时候有70万人参加了建设工程。兵马俑呢，则不见于史籍，后世对其一无所知，也因此历经2000余年仍能保存原貌。1974年3月29日，陕西大汉临潼县村民杨志发在挖井打水时，意外发现兵马俑碎片。当时村民称这些桃树为瓦爷。在人们初次看到兵俑时，兵俑衣着、武器的颜色还十分鲜艳，非常好看。但在考古学家挖出土时，受空气氧化影响，几分钟的时间内，这些兵马俑上的颜料渐渐剥落消失，只剩下一般大众里的陶土色。1号坑东西长230米，宽约62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截止目前已挖掘4000平方米，
出土陶俑陶马近2000件，木质战车20辆，估计1号坑埋藏陶俑陶马6000余件，战车约50多辆。1号坑是地下巷道式土木结构建筑，抗底经夯筑，地面铺青砖，10个隔梁将抗分为11个过洞，梁上面用木梁为架，棚木上铺席，席上盖土。找不到了，没有办法进行修复。我们现在国家对这种文物修复的话呢，是修旧如旧的。就是说你们1号坑是车兵、步兵联合编队的方阵，东端3列为前锋，西端有1列面向西为后卫，两边各1列，分别面向南北为左右翼，中间面东的武士俑和车马为主体部队。这些陶俑陶马全部用黄泥塑造，然后入窑焙烧，再经过表面彩绘而成。雕形风格重在写实，刻画细微，静中带动，气势磅礴。所以说两边的话呢，它是有木头承搭这个房子，因为木头呢，现在2000多年已经是腐朽掉了，就类似我们今天兵马俑面试一样。它出土的时候呢，要给它精准做最终整治，整治完之后要做手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修复去。所以说修复完之后呢，把它要合呢，大概历时也没有20年。其实皇陵出土的陶俑和陶马都是以真人真马为原型塑造而成，形象逼真，风格写实，手法细腻。制作兵马俑的原料主要是黄色粘土，并掺和了少量的含有石英、长石、云母等成分的沙粒。就用了整体来说，制作方法是木塑结合，以塑为主，成型的工艺过程大体分为2步。第一步是制作出胎，第2步是进行细部的雕饰。陶俑的头、手、躯干是分别单独制作，然后拼装组合成一体的。成型阴干后入窑烧制，经检测烧成的温度为950到1050摄氏度，出窑后通体彩绘。据说这些陶俑平均身高1.8米，最高有2米，秦始皇身高有1.9米多一点。导游说的。你能听到旁边的游客连连发出好震撼的声音啊！我也觉得，就是通常第一次看的时候啊，近距离看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挺震撼的。会是世界第8大奇迹啊！2000多年的一个文物，我们能这么近距离的看到。我听说现在人是很少很少的，这个旺季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啊，你靠近栏杆都靠不近。哦，这个地方看的也是更近，离这些兵马俑啊大概就3-4米的距离，他们的微表情都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第
秦始皇陵说他不敢挖，为啥说不敢挖呢？史这边曾经这样去描述过秦始皇陵的地宫啊，说始皇初即位，川至骊山，疾病天下，徒宋义70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治国，宫官百官奇奇珍怪，席藏满之。令将作鸡弩使，有所穿进者折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激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主，夺不灭者久之。秦始皇陵为啥不敢挖？第一个就是里面有大量的水银，那么这个水银到底存不存在呢？02年的时候，陕西的很多专家通过新的遥感雾探氡气测量法，发现，在秦始皇陵的封土下方有一个1.2万平方米的汞异常区域，就是汞元素超标了。而且汞元素的分布规律呢是东南部含量偏高，西北部含量偏低。这个规律跟咱们今天中国的山川河流走势的分布是一模一样的。东南部我们是沿海地区，西北部是干旱地带。说明一个问题，地宫里面确实有水银，水银可以起到一个作用叫防盗。所以你看2000多年以来，有没有人盗过秦始皇陵呢？比如说秦朝末年，这个项羽盗过，30万大军去挖秦始皇陵。但是现在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说这个项羽挖的并不是秦始皇陵的地宫，类似于兵马俑这种陪葬坑而已。另外一个就是说，令将作鸡弩使，有所穿进者折射之，什么意思呢？史料中记载说，这个秦始皇陵地宫里面有大量的青铜机关，防止盗墓贼入侵。也就是说，一旦谁敢靠近的话，立马会被乱箭射死。第三个就是说，里面有大量的长明灯，以人鱼膏为主，夺不灭者久之。人鱼膏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长明灯，鲸鱼油做成蜡烛，1立方米鲸鱼油可以燃烧足3000天到5000天左右。所以大家想，地宫里面大量的长明灯，可能就会导致墓室里边缺氧。缺氧的话，可以起到一个防盗效果。秦始皇陵里面还有一个保密措施。当年根据史料记载，大事毕以赃，壁中线，下外线门，禁闭工匠赃者，无复出者。这句话什么意思？说当年这个秦二世在秦始皇陵完工之后，害怕那些参与修建秦始皇陵的这些工匠泄密，于是把这些工匠诱骗到地宫当中以后怎么样呢？把那个门封死了。所以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如果我们把这个秦始皇陵打开的话，映入眼帘的并不是金银珠宝，也许就是那些工匠的尸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陵这个防盗措施如此好的一个原因。我们能看到，像前面这一片区域呢是已经修复的兵马俑，那么到这一部分开始呢，就只是进行挖掘，没有对这些兵马俑进行修复啊，所以呢也是看上去是这个东倒西歪的哈。这是修复中的秦俑啊，陶俑、陶马大多是有几十甚至上百个破碎的陶片粘连修复起来的。这些一旦修复成功呢，也将会放到前面的这个陶坑里面吧。差不多，但是4个月那么证明2000年前古人制度严格，奖罚分明。在木头没有腐朽之前，这坑里被大火烧过，你看这旁边有很多是黑色的，推测是秦朝末年的霸王项羽烧的，因为能烧毁，肯定是在木头没有腐朽之前就烧了。Stare in piedi per così tanti anni. Ma non si sa perché gli scavi stanno continuando, quindi boh. 烤了几十年，才摆到这。刚才一名导游说这是典型的北方人长相，朋友们，你们看是不是很北方呢？高鼻梁。资料整理区啊，
这个是战马，还在修复中，据说修复4年了还没修好。颜色脱落，就是说早期这个地方没有多少经验，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图是还原的。然后现在去2号坑和3号坑。我们注意到这一个博物馆呢，它基本上没有使用人造灯啊，都是大量使用自然光的。修复中的秦俑，这些战马呢也是用拖车拖着哈。西安有那么多外国游客也是有原因啊。资料整理区啊，有一些用塑料膜吧包着。Not 9 again. 9 is not here. 10. Yeah. 11. 13. Yes. And 9 and 11 not here. 哦，现在看2号坑，这是2号坑啊，每个坑它的主题都不一样。2号坑的光线要暗得多，看下面好像没有天窗的啊，可能是参观路线从这边开始。2号坑距离1号坑也就100-200米的距离。秦始皇陵2号兵马俑陪葬坑是1976年4月那么钻探发现的，位于1号坑东端北侧20米处，俑坑坐西向东，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均含门道，深5米余，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经研究，2号坑是以弩兵方阵、战车方阵、骑兵阵和车图组合的长方阵等4个相对独立的小阵有机组合而成，叫贵社俑。具有兵种多、车辆多、造型种类多和阵营形式复杂。它很长，这个我们拉的一拉就拉开射箭的那种。我是说，这个有脸，你还有脖子连在一起，应该有的没脖子。哦，这个陶俑出土的一些情况。还是1号坑，这个会特别震撼。虽然看到1号坑啊，来，咱们看到有一些坑里面有这个陶俑的碎片啊，只是现在还没进行修复。比如说像我们能看到那个是战马啊，或者是骑兵的一个坐骑，那些盔甲。
陶俑彩绘印记，经过时间以后，有一些就不复存在了。但是过去刚出土的时候是有一些带颜料的。然后那边也还有那个倒的。陶马出土的情况。看这些陶俑局部特写，以前是带彩绘的哈。这个叫骑兵吧，他的小腿这么粗的，大象腿，但是挺萌。这个马不是白马脖子下回当时步兵的一些武器，青铜弩机、弩遗迹。就横的，你看，这是一道墙，这是一道墙，兵马是排队排好，这墙上面就盖一层木头。盆木遗迹。16周岁、18岁，你看对于咱们来讲都是小岁。1.7米，174个。征兵是从16岁填到6岁。毕业我也比较大，我是青岛的。当时出土贵社用的一些情形。那些都是这样的，都是气能吃，气包吃哎呀，吃包气。2号坑出土的贵社雍，动作非常的栩栩如生。这个2号坑绕一圈大概有700-800米吧，应该是。看这里有火烧过的痕迹，据说是项羽烧的。高级官吏雍。使用彩色鱼鳞甲，脚上穿的是丰富漆红翘尖领，而且它甲翼的花结刻画呢，这个是非常的简单的叫做颜色。我的题目的话呢，大家就是身啊，我们转身去。不仅是兵马俑啊，也是一件精美的雕塑。
方的，这个不长，大粗腿。文官哦。身边可以看到小报中。这是个。各种兵马俑的文创。帝国宝藏，秦始皇和他的帝国宝藏。这不错哈，买一本书是一杯酒。这一套是369。这个刚才我们也拍到了，这是中级官吏，这是高级官吏。你看他面部的特写啊，经过岁月的一个洗礼。这是铜车马玉官俑的一个，看一下骊山啊，骊山北路，位于西安临潼县的骊山，自古被称为百代名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地理和文化坐标。山体绵延起伏，从周朝到秦朝到唐朝，这里都是帝王巡幸、祭天祈福的皇家圣地。秦始皇陵就坐落在骊山脚下，背山面川，以骊山为天然屏障，以渭河为前朝水势，形成中国古代帝陵最典型的依山建陵格局。兵马俑坑分布在陵园东侧，是守卫帝陵的地下军阵。秦始皇帝陵文物啊，是展出文物的世界遗产。秦始皇陵原名骊山，其陵园称为骊山园，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埋藏最丰富的一座大型陵园。现在咱们游览的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那么其实秦始皇陵博物院呢是由2部分组成的，除了兵马俑博物馆，还有秦始皇陵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骊山园。因为偏长的原因，骊山园的部分将在下集影片和你分享。
3个俑坑中1号坑面积最大，那么它是一个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长方形军阵，方阵的四面有前锋、后卫和侧翼部队。2号坑是由车兵、步兵、骑兵、弩兵组成的多兵种混合军阵。待会儿我们游览的3号坑最小，其性质可能与议事、祈祷、战争胜利有关，是统帅1号、2号坑军阵的指挥机关。1、2、3号兵马俑军阵能有机的结合，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军阵编列体系。这个他就是带你的，喜欢带你。这里写着哈，中间的叫铠甲御手俑，它是1号坑出土的。那么它左右2个是这个车式俑，是一个复制品。它是写明哪个是真正出土，哪些是复制品。这4匹车马，2号坑出土的。1号坑出土的铠甲军力俑。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腿啊，这些秦俑的腿都挺粗的，可能是为了这个造型能够持久啊，如果太细的话支撑不了。锁屏，来看完转身这边展柜里面来看一下彩色的兵马俑，来往前站。我先说这是唯一的带彩色的一个铠甲御手俑，看它肩上是有那个红色的。
它的头在这，彩绘拥头。来看一下，作为了解之后，各位这3件套能分出哪个是当官的吗？哪个是当官？来看一下唯一的带冠的，这个是当官的。普通士兵发际向右。这个彩绘陶俑的胳膊，1号坑出土的。1号坑出土的一个铠甲武士用的长片，铜车马。这是下层里分享的秦始皇陵及骊山岩的镇园之宝。在秦始皇陵外城东北约900米处，发现一座青铜水秦坑，就发现有这些，这是青铜鹤。当时的这些匠人啊，真的技艺已经相当的高超了。青铜鸿雁，青铜天鹅，这天鹅好大。旁边是金骆驼和银骆驼，2个骆驼。金骆驼、银骆驼。古代人太厉害了。这是宫廷娱乐啊，这百戏俑，这是也是百戏俑。在秦始皇陵东南部，考古发现了一个面积近800平方米的百戏坑俑。陶俑形态各异，他们是秦代宫廷娱乐活动中杂技舞乐百戏人员的象征。这些陶俑表演的内容将秦始皇时代活泼丰富的宫廷娱乐文化展现在人们面前。陪葬墓出品的。这个秦始皇陵周边的一些坑里发现的各种的陪葬物，比如说刚才看的青铜水秦坑啊，兵马俑坑，还有马厩坑、上郊村陪葬墓，动物坑，都是在它的四周。这个应该也是个有钩的。也可以放大，放大。兵铠甲。这个铜弩机，3个青铜长剑，轻轻一划不使劲，20多张看不到，玻璃刀很难做到。而这个剑有塑料，你看这边很宽。青铜长剑1号坑出土的，所以1号坑的一些士兵啊，他是手握长剑的。2200年前一大。
也是在秦始皇陵周围的。上面有白色彩绘和黑色的，由于氢腐化太严重了，生物太严重了，您只能看到白色，黑色就。你看那前面的狗狗。我们是刚从这个博物馆里出来的，它完全不输1号坑、2号坑啊！里面的话就是展示了各种的出土的文物，我觉得收获非常多啊，特别值得来看一看。卖文创的，好像这景区内没看到卖吃的，好饿了，中餐没吃，下午3点多了。哦，这是什么树呀？变红了，它的树叶。在这工作几年了？哦，终于找到卖吃的地方了。多少钱一根玉米啊？10元。哦，也是吃上饭了。这是最小的坑，3号坑，可以理解成是这个指挥中枢啊，军事的指挥中枢。3号兵马俑坑是1976年6月发现，位于1号坑西端北侧，东西长28.8米，南北宽24.57米，深5.2到5.4米，总面积约520平方米。此坑曾遭严重破坏，陶俑、陶马和战车破坏极严重。坑内发掘出战车遗迹1处，陶俑68尊，陶马4匹，青铜兵器34件。它是1、2号兵马俑军政的指挥部。复制品。出去秦始皇陵看一看，在兵马俑出口好多小吃摊呀，边边面，老潼关肉夹馍，红柳烤肉。我要取我的无人机啊，怎么走到来的地方？兵马俑批发。这个兵马俑5块一个，5元钱。5元一个。啊，刷陶的5块一个，瓷的、陶的，铜的是这个，这是铜的。哎，这么多哈，一段了一个商业小吃街呀。老米家泡馍，大碗边边面。赶时间啊，没有时间了，因为他5点钟。寄存的店里要关门了，我的无人机还在里面，然后我还要去秦始皇陵看，真的不带无人机的话就方便多了。肉炒面、金脆米肠、肠烤玉米。当地的特色水果就这个。10元拍照啊！咱们这边凉皮、肉夹馍、牛羊肉泡馍、陕西边边面，就是西安的特色美食了。从出口走到来的地方还挺远的，一路上都是这些商铺啊。以上是本期影片和你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这期影片对你有启发，请不要忘了点赞、订阅、留言，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自家的给7块钱了，看大美黑橘子嘛，好吃的很，16毛，好吃的很，8块钱，你看满满一篮。这都是当地对啊，对，都自家买自家的。现在搭车去骊山园，距离兵马俑大概2公里吧。